19年底我就回来了，租了2亩地，回到我乡下种地。我的绘画很荒诞、变幻无常的这种现实，我就尝试在这种个体小人物的命运来做些作品。我离开了有40年了，又是村里比较早的大学生，又是在外面做老板，去个深圳、浙江、北京，旁边那些人很八卦，就问说你肯定是破产啊，外面赚不到钱啊，回来种地啊。我主要想了解关于土地的问题呢，在中国这个农民应该算是最底层的吧。跟那些老农交往的时候，他经常会自嘲自己是一头老牛，一身贱骨头，烂头烂铁。做农赚不到钱，维持温饱是可以的。捡番薯的人是2024年4月底，那年特别热，工作时间比较长，听说又死了5个人。2022年有一批在外面做小老板的或者打工的，就跑回来租地种辣椒。我们辣椒那年就没人来收，就烂在地里了，然后他们又欠了很多债。我这几年经常会帮家里人一起去烧这个杆，焚烧掉以后呢，它就灰变成肥。它第2年它那个留下的那个甘蔗头，很快就会长出那个新芽来。有一次有人烧甘蔗，风向突然间变了，把旁边的那些甘蔗地全烧了。一个人拿着牛头，一个拿着牛尾。我们这里比较流行打6合彩，今天打什么马，打什么头什么尾。觉得赌博和种地是挺相似的，种了地以后收成怎么样，能卖多少钱，这个都是不可控的。所以他们为什么那么去敬神？人的力量太渺小了。我绘画的时候，他们脸上都是比较凶猛嘛，要不然就是比较悲伤，有人说带着罗汉像。其实他们所有的事情都会触动到我，所以有时候我感受到那种酷热，汗流浃背，也要下地去干活。绘画里边我一直强调的这种体味，汗臭味、泥土的这种味道，这种农业结构里边，可能它的宿命就这样嘛。别人说，哎呀，刘生你是个中产，你是住在花园里，有车有楼，但是我自我认为不是。毕业时候就放弃掉它了。是那时候的氛围，在广东主要还是搞经济，因为我们这个穷苦的学生乡下来的都有这种梦想，我要改变我的这个经济命运，我要做老板。有天年开厂做装饰画厂，我老板做得不好，经常说大手一挥，这笔钱我不要了，需要打电话跟那个客户沟通，我是突然间不想了，这是一种社交恐惧症。08年去读过那个工商管理的，天天去那里一听我就睡觉，突然间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，这时候你又得想你的出路在哪里。14年春节嘛，就觉得我回来做艺术了，我从水彩开始，看到什么就画什么。到了16年，我一个人搬到西山村去了嘛，还是在郊区边缘的那种农村。我就在那边认识了很多艺术家朋友嘛，走到社会，走到那个现实中去。我就做了肥佬这个系列作品嘛，就关于我身边这些朋友的生存的那个故事。肥佬、华哥、东雷、阿佩。华哥改革开放以后出来自己开发廊，有饭吃，有钱花，有房住，还想怎么样？这是一种中国人普遍身上都有的一种，像徐涛老师说的动物性自由。一个钉子户建了这座桥的时候要拆迁，然后里边的各种矛盾，为底层发声也好，说为了自己的那个情感有个发泄出口也好，都说得通。我妈是最担心这个，我
都快60了，他还在不断的怀疑你有没有饭吃。我觉得做艺术可以帮助我去观察，你有钱没钱，你都可以有同理心。他们问我你为什么那么勤奋，那么拼命？我说当然了，你们都弄了10几年了，我才开始，所以我要把时间做起来。从宇宙这个视角来看，人的生存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价值。当然说你作为一个人，就说你所做的事情，你所选择的东西，它能让你活下去，这就是意义。